因为我本人是比较喜欢电车的，就是铁路做这个，但是这个爱好在国内看来好像就有点就是不太在国内就不太流行，好像没有。国内有一帮人很喜欢。有吗？对对。但是在日本的话，这个东西是行之有年的，就是常年来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日本电车的话，包括地下的叫地铁，路面的话叫做电车，就是国内的话就是普通的铁路，然后一些地方城市的话会有这种有轨电车，我一般就喜欢去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坐一坐。比如说一些车站会比较有特色，因为日本的车站的话，其实是每个车站都有它的特色的。像国内的话，你比如高铁站，其实所有高铁站都是一样的，然后连那个牌子的字体都是一样的，就是3个红色的字，隶书3个红色的字都是一样的。但是日本的电车站的话，每个地方它都有它的特色，它建筑的设计，还可以彰显它，就是它体现它本地的一些文化这些东西。因为日本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在地方城市，车站就是这个地方城的中心。你去了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这地方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日本车站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但是现在国内好像也有了，叫那种印章。就每到车站的话，它有印章会盖一下，你有本子收集，然后这印章的话就会显示这个地方这些特色、这些图案。你有盖吗？我有盖，我现在有个本子挺厚的，盖了小100个吧。车站，九州的话我基本上都去了，就是各个车站、各个大小城市。这个轨道交通啊，它的起源还是由这个它有很强的地域特性。比如说我这是大阪对吧？那我最开始是由大阪当地的一些商人，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些士绅组织的一些本地的地铁公司做一些轨道的建设。然后其实全国铁道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当地的这个士绅跟这个商人建起来的。然后到这个战争年代40年代的时候，国家才开始慢慢的收紧全国统一。但是哪怕这样，到现在仍然是这样的。就日本的这个铁路轨道交通都是很多的公司，很多的公司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它不像国内的话，就是全部最开始铁道部统筹安排，全国一盘棋。从这方面就是说和日本有根本上的区别。因为日本它也是一个传统的叫所谓封建国家，封建就是字面意思，分封建国，主张这个地方的权利。现在地铁公司全部都是私企了，就以前的国铁已经民营化了，当然盈利。特别像我们，当然这也看地区，比如说像这个东京这边，就我们像东京这边大手的私营的这个铁道的话，其实是他们价格其实非常便宜，相对而言价格比较便宜，但是输送人数非常多，其实是非常赚钱的。但是像一些比较地方的线路的话呢，就是作为一个维持这个当地居民需要的存在来做的，所以很多地方线路都是亏钱的，比如像北海道、像四国这些地方，他们的这些线路全部都是亏钱的。亏钱的，因为偏远是吧？偏远就没有什么人，越偏远的话，大家就越倾向于开车，自己开车，而且偏远的话，这个没有什么人坐，那么这个公司就只能够把这个车次减少，车次减少之后，那更没人坐了，更加去开车，所以成了恶性循环。比如说我们这地方有叫川崎市，那川崎市政府的话呢，就会公布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包括川崎市各个地方的每个地方的这个发生灾害的概率大小，这些都是可以查得到的。然后这些大小的话呢，它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可以折多少钱。比如说这个地基可以抗级地震的话，它相当于经济价值多少，这是有对照表的。这些东西全部会折算到这地价里边去，就是这个地盘的这个稳固程度交通的便利程度、生活的便利程度各方面进行评分。然后这个地价呢是由这东西综合算出来的，大概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说日本的话基本上是一分钱一分货。它首先第一是在政府的官网上公布，就是政府上会每个地方政府它都有官网，这个官网上面就有这个自治体
各种的生活的信息，像人口数据、经济数据这些的话呢，是每个月一公布，有个 Excel 表格给你汇总起来。然后每天的数据的话，你就会到那个政府大楼一进去，就会有个牌子的，就是说每天的人口多少。就是比如说今天的川崎市多少人，有数在那。但川崎市比较大啊，川崎市属于是这个日本叫政令指定都市，就是比较大的市。我举个小一点的吧，比如说那就川崎市中原区，这个区的话，他说本区大概有多少人，就每天多少人，本区在籍人口多少人在那，它都会更新的，每天会更新。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然后男女比例、年龄比例。年龄比例的话，就会说这个0到14岁，15岁到64岁，64岁、65岁以上，大概3个区间，我给你公布出来。当然，传统守旧这个词哈，在中文语境里边，它也有一种贬义的色彩在里边。一讲谁传统守旧，大概就是要可能会没什么好话啊。但是在日本语境里边，传统这个词是比较中性的，因为日本它就是你如果到日本书店里面去看的话，他们这些关于日本的历史也好，一些社会方面的书籍也好，你会发现，日本是一个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比较孤立的社会。它作为一个群岛孤悬海外，它从来就没有被这个外族占领过的经历，啊，所谓日本总是讲这个天皇万世一系，对吧？从2600年之前到现在120多代都是一脉相承的啊。当然他们自己这么主张好，但至少可以说他们一直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传统。这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个东西就不太容易接受，因为中国的话，我们知道还是会经常历史上会经常受到这些周围的游牧民族的这个国内叫所谓的民族融合吧，但是日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而且日本它没有像国内一种革命叙事，革命叙事它有一种默认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打倒旧世界，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性，至少这东西保留在我们的这个观念里面，但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它还是倾向于在既有的这个条件下进行一些改良和革新。所以说日本你说它守护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特质，谈不上好坏，甚至我个人偏向于就是说有它的积极性在里面，至少它这个稳定的话，有一种文化上的韧性。哪怕是接受了很多外来的事物，但是它还有自己的这个底色在里面。我觉得其实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死板的话，其实你到日本来之后，你发现其实日本比你想的要灵活很多。比如说也很日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交什么材料，或者要交材料到这个市政府也好，或者公司也好，学校也好，交什么材料。在日本的话，你交材料，你哪地方写错了，你改一下就好了，手一改就好了，也没有说像国内一样要这盖章那个签字之类的。这个对应其实日本叫做柔软的对应，其实很灵活，而且像我们交材料，你说是今天截止，明天交有时候也行，也没有那么要求。就是说，当然大事儿、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你要交这个入学考试的材料这种大的事情，那还是要严守。但是一般的事情的话，其实没有规律那么死，大家都是很灵活的。物を作る力はあるんだけど、物を買う力がすごく弱ってるんだという状態がデフレです。それが25年続いてるんです。日本には力がある、物を作る力がある。でも日本には物を買う力というのがどんどん弱っちゃってるんだというデフレの状態が25年以上続いてきたというのが日本です。もっと言えば商店街で言ったらどう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か。売りたい人、売り手はたくさんいるんですけど買い手がいないんですよね。これがデフレです。
もっと言えば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お客さんが来ないんですよ。これ商店街のお店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お店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25年需要が失われ続けてきたのが日本。物を買う、あなたが物を買う消費、物を買う人が増えれば企業側も投資をする。この消費と投資合わせて需要が25年間弱り続けてきた国、日本です。はい。这个政党它是一个，它是个左派政党，就是主张要给老百姓提高工资啊，就这个政党主张就是说要给老百姓提高工资，提高工资啊。对，就是说日本的工人工资太低了，消费不振，所以大家都就是生产过剩吧。日本生产过剩，老百姓没有消费力，就是一个类似于他的主张其实跟这个社会主义差不多，就是偏左派的。这个人他其实已经当选这个众议院议员，但是呢他辞职了，又选参议院议员，但是辞职因为他是比例票嘛，比例票的话，那么他那个名额就会给他们党另外一个人，像他选2次就可以，一个人可以选2个，不会行刺，这个意思。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党的党首。华裔和印度相比吧，印度似乎它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政治倾向，就是支持某一党靠这个人。但是华人的话呢，就没有形成这样的东西，各自就是要么不关心政治，要么不关心，不关心的话呢，它也是各自支持各自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倾向。但是这个印度裔的话呢，会比较支持这个左派的，类似民主党。其实这个党的话也是比较偏向外国人，偏向外国人，欢迎外国人这个样子。自民党的话就相对比较保守。其实讲道理，外国人的话应该是都是，但是华人的话就各自，要么就不关心，要么各自是各自，就完全是不大形成一个一致的声音。甚至连主流声音都没有，完全是散发这个现状。日本人对于这个身份管制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敏感，就是我记得就是刚才我们就日本哈，其实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一个强制像国内的居民身份证这个东西。那么其实日本政府就想推这个东西，所谓的 Mainawa Card， 就个人番号卡，就是大家有这个就是类似于身份证的东西，但这东西不强制。那这东西刚推出来的时候，其实日本社会反应非常大。比如说像这朝日新闻的话，就当时就出了很多报道，而且社论文章说啊，这个在二战之前，对吧？昭和政府就是说要把每个人的这个信息都搜集起来，把这个例子举出来，就是明里暗里就讽刺这个自民党说你这是不是又是军国主义复辟啊？这种东西来管理法呀？对，就是说你一旦说你又要收集这个老百姓信息，你要干嘛？对吧？就是大家的警觉性非常高。很多人比较抗拒买票，它和我们坐公交一样。我们国内坐公交需要身份证件吗？不需要。那日本人会觉得，那我坐个电车、坐个地铁、坐飞机，为什么身份证件？就是そもそも就是说，坐公共交通需要证件这件事情，在日本人看来就比较奇怪。你就如实填写嘛。名字，自己的名字是，它主要你的名字。你的住址、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就这个就相当于是，如果说登记时候找不到这个人，想联系一下你，就用这个信息。比如说，万一出现什么事故，也是有这个信息在这儿。房子的话，我先说日本人的想法吧。因为当然，首先日本人还是会买房的，就是他人大概到40岁左右的时候。30岁后半的时候，觉得哎呀，孩子也长大了，确实是要一个房子安定下来了，这个还是肯定的，不存在说，但是一辈子租房，说实话还是不是社会的主流。但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选择租房，他的这个背景的话呢，有这么几个，一是他租房的待遇和这个
买房其实是一样的，就租了房子的话，你的户口也好，你的医疗也好，保险各方面和买房没有区别，这是第一个。然后日本的话也比较保障这个租户的权益，所以说让大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再一个就是说比较现实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日本公司的转型会非常多，就是日本的大公司好，都是全国各地都有业务，对吧？那么这个公司对新员工的要求就是什么呢？它需要你每2年或者每3年、4年的时间要定期的转型。比如说这几年你的东京总部干，对吧？可能5年之后，他会强制你把你安排到大阪去，大阪分部去，就是这也是对员工的一种培养，就是你要对全国的业务都要熟悉一遍，这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买房就不方便了。你在东京买了房，过几年又搬大阪去了，对吧？这样就不方便，而且这种所谓的异动转勤，这个房子的花费，住房花费是公司出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可以日本人选择把钱给省下来，然后去等到快40岁的时候再去买房。就是这个只是就是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会让你到处去适应锻炼，然后适应这大概1-20年吧，对吧？工作经验之后，觉得哪个地方比较适合我，跟公司讲，公司说那行吧，你就在这个地方工作，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安家了，大概这样一个流程。交通费用是公司出，就是哪怕比如说我从东京，他把我调到大阪去的话，那么从东京到大阪这段的交通费是公司出的。然后如果我的老婆孩子在东京的话，那么每个月大概会给你2次这个回家探亲的费用，这费用也是公司负担。因为公司的观点来看，就是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所以你这产生的费用得我来出。因为日本的话，它总体而言，在这个东京的都市圈的话，还是鼓励那个公共交通通勤的，就是东京的这个有轨道交通的输送密度非常大。你看那个每天通勤的路线，往往就是那个通勤密度，我觉得国内应该是比不上。比如它的发车间隔非常短，2分钟一趟车，然后一趟车大概多的会有16辆编程，就一辆车会运很多人，大家都坐这个地铁上班，开车的人很少，开车主要是在地方上的人开车会比较多，地方都市长住的人，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公共交通是否发达这个角度来看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日本它那个轨道交通还有特点，就是它是分级的，这点国内好像没有吧？现在几乎没有，就是分级交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国内坐地铁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每站都停，对吧？你就发现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在那么几个大的站下车，很多小站其实没什么人上下车，但是每站都会停，这样的话效率就比较低。那日本的话，它也分开了，就是有些车只停大站，有些车就站都停，看你的需求。就是如果你要是远距离只用大站的话，你就坐那种快车，这样的话就实行这个需求的分流，效率会提高。因为设计上的话，国内的话，它可以说叫做盲目地下化吧，它把轨道交通全部都放在地下了。地下做的话，全放在地下的话，坏处就是你想改的话，成本太高了，你改不了。在日本的话都是地面上的，地面上就其实很好改。你在地面上修什么东西其实很好改，但你要地下挖的话，那成本就非常高了。扩建一个站台嘛，就是扩建站台不如新修一个，有成本。像武汉的话，它几个大站，很多路线都是6辆编程，很小，就是你想把这个车加长，对吧？加长不了了，因为站台这么大。就是我觉得这是设计的问题。就是武汉地铁的话，比如说2号线，2号线它其实把武汉所有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全连起来了，结果现在就是你再修更多的这个支线的话，其实也很难缓解它这个2号线的交通压力，就是规划上面就是做的不好，就没想到这个需求这么大。我当时记得北京地铁哪号线我忘了，就是开站第1天开始限流，说明
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你没有正确的估计这个人流量。在日本的话，在这方面前期的工作是做非常多的，因为日本这个交通方面是也在土木系下边，也在土木工程下边，它这方面就人流量的这个模型，对吧？它的这个先行的研究是非常多的，先行的规划讨论。